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条件不符别硬演文弱书生，肖战与何润东硬生生抬高了书生门槛。一直以来，文弱书生在观众心中都有着一套固有的形象标准：清俊面容，白衣飘飘，瘦削体型，气质斯文，再配上一副温文尔雅的谈吐，才算得上手无缚鸡之力的典型书生。然而，随着近年来古装剧不断推陈出新，文弱书生的定义似乎正悄然被打破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角色设定在2025年春夏档热播的2部剧里，被2位硬汉演员彻底改写了。一位是早已以武将英雄闻名的资深演员何润东，另一位则是以角色多变、演技见长的当红小生肖战。在《折腰》中，何润东饰演的枕石先生初登场时，一袭白衣，眉目温润，说话行事沉稳从容，处处透着儒雅的书卷气。若仅看其外貌，观众或许会误以为这是一个病弱却睿智的谋士角色。但当剧情推进至枕石先生脱下长衫，在石壁上刻字时，那一身健硕肌肉几乎炸裂荧屏粗壮的手臂，清晰的肌肉线条以及举重若轻的气势感，瞬间打破了观众对于文弱书生的全部想象。戏中，刘宇宁饰演的男主魏少原本已是身形高大、五官硬朗的典型武将人物，可一旦与何润东同框，对比立现190的个子都被比得娇小了几分，弹幕瞬间炸开了锅。这哪里是书生，明明是能掀翻敌军的战神。他说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我信他能缚牛。而何润东本人对此角色的处理亦极为聪明，他没有刻意藏肌肉，而是巧妙将文的从容与武的魄力融合在角色中，在角色外表与真实力量之间制造强烈反差，反而让观众在惊讶之余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喜剧张力与人物魅力。这一设计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。剧中还专门安排了枕石先生帮助魏少抬健身器材一幕，那种古装版健身房反差感把不少观众笑到打滚。原本以为是清心寡欲、心如止水的隐士，结果硬生生演出了道家力量型哲人的味道，也让书生这一角色多了一份现代感的张力。而当我们以为这已是文弱书生设定的极限之时，《藏海传》中的肖战再度刷新了这一角色的表现空间。肖战饰演的藏海，一出场便是玉面书生的典型模板，月白长衫，眉目如画，举止优雅，嘴角噙笑。此时的观众尚沉浸在人如其名的惊艳中，直到泡澡戏一出，镜头缓缓推进，水珠顺着他那清晰的8块腹肌一路滑下，瞬间引发全网瞳孔地震。观众炸了，现在的书生都卷成这样了吗？手无缚鸡之力，是不是也得有健身教练的指导才能演了？古代人有健身房吗？藏海公子是不是每天练铁？如果说何润东的肌肉是老派硬汉的积淀与累积，那么肖战的体格则更像是现代演员职业素养的体现，并非纯粹的展示，而是与角色气质的高度融合。他没有靠赤裸肉体取悦观众，而是借助肌肉的存在，加强角色身上那种明明可以武力解决，却选择智取的神秘与克制感。更关键的是，肖战的藏海不仅靠外形惊艳，更靠眼神、微表情、细腻的内敛情绪取胜。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，睫毛微垂，目光里仿佛藏着800个心眼子，那种看似温和实则暗藏锋芒的气质，
在一众古偶剧角色中显得尤为出挑。他的爆发戏不靠嘶吼，不靠歇斯底里，而是在细节中嵌入复杂情绪，让人一眼望去便知他不是表面那般简单。这种演技才是真正扳回一城的关键。不少观众感叹，普通言情古偶剧真的浪费肖战了，他更适合这种深度复杂、多智近妖的角色。从郭靖的正气凛然到沧海的阴郁沉稳，肖战几乎实现了灵魂切换，不仅是外形变化，更是内核的重塑。他用眼神杀人，用动作传递信息，连泡澡时拿毛巾擦水的动作都带着角色的深思熟虑与防备心理。这种演谁就是谁的可塑性，才是当下观众真正期待的实力派演员的标志。可以说，何润东与肖战这两位硬演书生的男演员，完全颠覆了观众对传统书生的固有印象。他们不仅让书生这个角色更有层次感，更令观众开始重新思考，我们是否太过执着于角色的外在形象，而忽略了其本质的内核。现在的文弱书生不仅要长得清俊儒雅，体型甚至也要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。而观众真正买账的，绝不是单一的俊，而是反差之中所隐藏的真实演技与人物构建能力。这波反差书生的走红，不仅让书生这个角色在古装剧中焕发新生，也为内娱男演员立下了新的标杆。你可以不是真书生，但你必须演得像，而且要能演出人物复杂的多面性。你可以拥有健硕体格，但必须藏得住文人气质。正如许多网友所言，这年头当文弱书生都这么卷了吗？以后是不是连演小书童都得先去练1年器械？玩笑归玩笑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，在这个颜值扎堆、选角内卷的时代，真正能立住角色的，从来都不是脸，也不是身材，而是演技、心力以及演员对角色的敬畏之心。也许文弱书生门槛真的变高了，但我们欣喜地看到，正是这样的高门槛，正在逐步淘洗掉那些只靠脸混饭吃的泡沫，留下真正愿意深入角色、打磨演技的好演员。肖战与何润东用他们的反差书生，告诉了我们一个最质朴的真理：演技才是演员的真正肌肉。